的滚动，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下盘上面，你说老师，我知道了这个圆裆屈膝的核心道理了，那咱们打拳的过程里面都是要以都是要以这个方式去运作。那同学们，咱们接下来打上3个字，叫做大螺旋。哎呦，同学们，我讲了40多分钟了，大家觉得老师刚才打对？是的，整套拳命门都要打开，回忆往事一定要打开啊，一定要打开。老师是不是讲的不好呀？老师是不是讲的不中啊？我觉得我讲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不舒服？讲的好不好？讲的可刺毛了吗？刺毛不刺毛？我要讲的可刺毛的话，同学们你要不点赞，我也就不说啥，那连个赞都不给我点。赞也不点，关注也不点，你说老师我今天听了可入迷了，那赞都没有。来，同学们点到3万赞，不到3万不给你讲下一个大螺旋，快点给老师把赞往上冲一冲。不是一直吸气啊，我们的那个欣宝贝啊，如果你还是纠结在这个上面，就不要再纠。来，同学们把赞给老师点到3万，有那个什么兜里有人气票了，给老师掏2张人气票出来，好不好？因为刚才老师我正因为讲的时候大家都入迷了，一入迷也不勒我了。我说跟你们互动，你也不愿意跟我互动，赞也不点，关注也不点，对吧？如果大家来晚的同学们觉得老师讲的不错的，左上角点上咱的关注，一起进入咱的这个粉丝群，老师会把咱们直播间的直播回放发送给大家，是吧？听了特别明了，都在听课了，不知道点赞了。那咏梅，那个灯牌给老师上一上啊，相信一查，老师为什么下蹲还是紧？因为宝贝儿，你腿完全没有力量，腿的力量程度太差了，对吧？同学们，腿的力量太差了，你把身价抬高一点就好了啊。4个好友24小时自助棋牌室，老师看见了啊，看见了。单脚直立站不稳。来，同学们，作为一个运动康复老师呢，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凡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老师问大家，有没有生活里面走路的时候膝盖不舒服的？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有。说老师，我站立的，尤其是单脚直立，我站不稳，我单脚直立站不稳，就一站我来回乱晃膝盖，有没有？来，有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有。今天在直播间呢，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什么小妙招呢？就需要一本书就可以，啊。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膝盖不舒服，哎呀，那老师，那普通的康复老师肯定会说，哎呀，那你一定要带上护膝，让护膝来帮助你去解决你膝盖疼痛的问题。那在老师这儿，作为一个康复师的视角，同学们，把护膝给我撇了，没用，那玩意儿越带越有依赖性，越带你膝盖越不好。怎么办？同学们看啊，拿出一本书，在咱家找面墙啊，前后弓步会吧，把这个书顶在你的膝关节的外侧，做一个小弓步。看啊，这个书顶在你膝关节外侧，垫个书顶着墙啊，放在这儿，顶紧这本书，不要让书掉地上，就拿膝盖顶住它，夹住它，做15次弓步下蹲。你看，轻轻蹲，1，就这样啊，1、2、3，顶住这个书不要动，就做15次。同学们，你再把单脚直立站起来，你站的比谁都稳。为什么？同学们，听老师给你讲啊，因为有好多宝贝儿，老师我往这一站，我腿也可直了呀。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上楼梯？我让你看什么叫康复师啊！我把你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小毛病都给你知道了。有没有发现有的宝贝们一上楼梯，正常行走的时候不动的时候，俩腿往这一蹬，哎呦，老师我腿可直了，老漂亮。但是一旦跑起来，一旦走起来，一旦上起楼的时候，一走路，咔，膝关节是微微往里扣着去运动的，是不是就会发生什么问题？你运动的时候出错了，日常站立是不出错的。所以怎么办？调节一下你腿部的发力力线。你站不稳，宝贝儿，就是因为大腿外侧和股四头肌、大腿外侧和臀大肌完全没有相互之间的力线配合。所以同学们试一试，就老师刚才跟你说那个办法，把一个膝关节顶在墙，把膝关节中间夹本书顶在墙上，不要让书掉地上，做15次弓步下蹲。你现在直接站起来提左腿，你站了超级稳，都不带晃一下的。为啥？因为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力线出问题了，跟你关节一点关系没有，知道了吧？力线一出问题，它就会摩擦别的地方，一摩擦别的地方，膝盖就会痛。所以作为康复师的老师给大家去讲，不管是太极拳还是
我们在练功都要给大家分享很多让你日常生活当中保护自己的方式和妙招啊。后脚脚随便你朝哪，因为只要你保证你的右膝是保证你的这个弓步的前边的这条腿顶住墙顶住书就行了，后边这个脚你哪怕插着裆都可以，随便。我主要是让你一条腿做好啊，后边你哪怕踮脚尖也行，把脚尖翻开也行，都是可以的，没有关系，后边腿不管啊。哎，对，800膝关节内侧痛，听好啊，就用刚才的那个方法把这个动作做完啊，做好做回来，再教大家一遍啊。怎么去保养自己的膝关节，以及我们单腿直立要站得稳？拿本书，在家找面墙啊，在家找面墙啊，在家找面墙，让你的膝关节外侧顶住这个墙体啊。注意看，下蹲的过程当中不要往前顶膝，保证膝关节撑住墙面，直接老师侧顶着，咋会是正顶？正顶的不是在这儿，侧顶着啊，侧顶着，然后做15次下蹲，1、2、3、4、5、6、7，就这样做15次，做完15次，那外侧疼也是一样的，宝贝儿，一样的啊，一样的。顶好之后再单脚直立站，你会发现你站得特别稳，膝盖都不会晃了，明白了没有，同学们？做，凡是老师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点，包括运动康复的这些运动这个康复小方式、小手段、小运动、小处方，一定书不会掉吗？宝子，什么叫让你顶住，让你夹住，让你夹住？你不夹它肯定会掉，你夹住它不就不掉了吗？心累，我天！就是为了让你夹住，让你这样做。如果你不夹就没有用了，是知道吧？好，咱们回，哎呀，咱不上康复课了啊，回来再上我号没了。有啥康复的这些问题了，可以跟老师去说啊，就跟老师去说，对，一样的，一样去这样练啊。有啥康复的这个活咱们下了播以后再跟老师说啊。你上播的时候一直说这个问题，咱们号就没有了，知道吧？因为老师来给大家看啊。首先第一呢，咱们的这些平台啊，老师给大家说一个点啊，咱们这些平台呢，跟大家去说一个心里话啊，不是老师不愿意去跟大家教，我是非常愿意去分享这些知识的。给大家看一个先能让大家信任老师的东西啊。回来波哥把这个图片我发给你，给我放到网上吧，中不中？啊，你给我放到网上啊。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每天都要找这个图，就可费劲啊。来，等会儿啊，同学们，老师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图呢是老师的这个职业技能资格等级证书啊，这里啊，看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看到了吧？啊，好。然后呢，这个是老师的名字啊，老师的名字啊。然后呢，再往下，你看老师是干啥专业的？啊，老师是干啥专业的？然后，老师是几级呀？啊，老师是几级呀？看到了吗？然后这些证书呢，同学们听好，咱们现在的这些平台上，它是不让你认证的，知道吗？它不让你认证的。它要能认证的话，我就可以随便放开的说，但是它现在不让你认证，知道它不让你认证，明白了不？所以我们要切记，在直播间里边教给大家的这些方式方法，我原来是穿白褂褂的啊，我在咱们的这个康复科室干过，我也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所以呢，跟着老师在这儿走，教你太极拳，我教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处方，知道吧？都是处方，太极拳作为处方给大家啊。来，同学们，现在来回到我们的身上，咱们刚才讲完了这个元当屈膝以后，用咱们的这些肌肉啊，包括这个骨骼关节的变化呀。让大家做成了什么？做成了咱们的元当下沉，让大家膝盖不难受，是不是？好，那么回到咱的这个重心转化里面来，同学们，谁重心转化膝盖疼？来，疼了给老师打上一个1，扣一个小1啊。现在呢，老师咱们就开始往下跟大家去走。我们既然想要做好咱的动作身法，咱的这个运动方式，大家课下再问老师怎么去改善自己的这个关节问题，好不好？如果老师有时间了，也给大家回复；如果没时间的话，咱们下次说啊。还有说的方向效果好，是不是？所以感谢宝贝们的喜欢和支持啊！因为咱们这里呢，就是咱们现在凡是学拳的，很少有像老师一样具有这个资格证的，知道吧？老师有这个资格证，所以我就把我学习到的知识跟太极拳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认知啊。好，那么我们同学们看啊，这老师身前有一个支架，咱们元当屈膝啊，脚尖45度，膝盖45度，对不对？腰胯膝脚都是在一个方向的。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来，同学们，老师给你走2步，我没病走2步啊，走2步。
老师的膝盖不管怎么走，不管怎么拐弯，不管从前往后还是从后往前，直行还是倒退，老师的膝盖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永远朝向于自己脚尖的？同学们，大家也是一样的，膝关节是不是走路的过程当中都是朝向于自己脚尖的过程？45度。来，身前画个十字线，十字交叉线是不是90度？90度的正中央是不是45度？45度，明白了吧？45度，好，现在同学们，45度有了。好，那么老师来问同学们，刚才老师走了2步，是不是膝盖都是冲着脚尖的方向？你人在正常走路的时候都是膝盖朝向于脚尖的方向，对不对？对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的自然生长规律，自然的运动规律。你不能说你人在走路的时候你这样给我走吧？你没病吧？你不会这么去走路吧？你也不会这么去走路吧？你不会这么走路吧？你就是正常膝盖朝脚尖走，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那个 Z 猪宝贝儿，你也去跟老师去练那个拿膝盖顶书的那个动作啊。没人这么走路吧？正常人来讲的话，没人这么走路吧？好，那回到那为什么你打拳的时候要撑膝盖呢？你看，咱把架子往那一搁。第一种错误情况啊，正确的移动重心做好圆裆之后，同学们，如果你的步子小，身体高，你的重心左右移动的幅度就小；如果你的步子大，身法低，你左右移动的重心幅度就大，就这么简单啊。根据自己身法高低来调节你的重心移动的这个幅度夹角。那怎么移呢？往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往右移重心，右膝对照右脚。像不像咱们走路的时候？像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像。所以你想保护好膝盖怎么办？你移重心能不能平移？你移重心能不能内扣？能不能就是移重心的时候乱转腰？不能打，不能。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人说，老师移重心膝盖疼。你移重心的时候，你给我往外两边平移重心，往左平移重心，左膝外侧是不是顶劲儿？那是不是相当于走路的时候这样？啊，你往里，你看你移重心的时候非要去转腰，你是不是内扣？那你走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所以移重心就是移重心，膝关节对应着脚尖方向，往左移重心，左膝对照左脚；往右移重心，右膝对照右脚。这个时候有同学会问老师，那啥时候才叫重心到位呀？那我不知道移到哪才合适呀。同学们，用你的输入法打上一句话：小腿立木顶千斤，来扣在公屏上。为啥？因为老师讲的东西就是干货，不跟你玩玄了虚了。有的老师跟你讲，你气不到，所以你膝盖疼，你气没有把膝盖包着。喂，日他对呀，你个胆子儿！说这话你良心不疼吗？就来一句话：小腿立木顶千斤。老师通过人体的运动科学来给你教什么叫做到位。来，波波老师过来，小宝贝儿啊，这个时候来上座，来起腿，抱着我。抱住你，你吃胖了啊！来走，预备起腿走，好走，看到了没有，同学们？当你小腿立木顶千斤的时候，他往你腿上一坐，你点点脚尖都能把人颠起来。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腿在弓步的过程当中，大腿跟小腿垂直于地面的，不是我说错了。小腿跟脚垂直于地面的时候，这是不是最有支撑的劲儿？是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所以什么时候是重心到位？无论你开的步子是小步，你重心一移，小腿、脚尖、膝盖上下垂直于地面，这就是到位。你就移着一点点就行了。你步子很大，那你就得移这么多。所以老师刚才那句话怎么说？步伐越大，重心转化的幅度就越大。你步伐越小，你重心转化的幅度就越小。它跟你自身的前提条件有关系，看你是大步还是小步，对不对？谢谢咱们的这个轻松宝贝啊。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多东西它就是咱们的关节合理的运用，而不是所谓的气包住你的膝盖。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说我靠，你个胆子儿，你敢这样讲课，你真是不当人啊！为啥这么说？
因为他们完全就是在洗你的脑，给你来讲一些玄学抽象的东西。你来给我拿气包个膝盖让我看看，讲话你包包子都包不明白，你拿气包你的膝盖，你真是那蛋子，我一脚都跺你身上了，我都。所以同学们，我们在打拳的过程里面，人体的运动结构，如果你都保证不好，你还拿气包膝盖，你包饺子都费劲。所以同学们记住啊，圆裆屈膝，它必须得保证人体的关节结构是正确的，这样才能有膨劲儿，才能做到骨生肉降，而不是脑子往这儿做空想。记住了吧？好，哎，那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就会又问了，老师儿，那你说一中心的时候，我咋样才能感受到脚下的一中心的力呀？就是老师，我的脚下的力怎么分配？来，同学们啊，圆裆屈膝，不管你是站桩还是直接太极马步的下蹲，是不是脚后跟的重量吃的比前脚掌要多一点？试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哎呀，这多简单个事儿，人都弄不明白，是不是？来晚的同学不知道什么叫圆裆的宝贝儿，左上角点击老师的头像，进老师的粉丝群，去领取咱们今天的直播回放，是不是？是不是咱们脚后跟稍微沉一点？哎，脚后跟如果变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力起于地起的是哪？一定是从脚后跟开始起。为啥？同学们啊，咱们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在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左腿上。你把你的左脚脚尖轻轻一翘，是不是轻轻一蹬地，你的重心就跑右腿上了？那你再用你的前脚掌给我蹬一下地，去移重心，你会发现前脚掌蹬地移重心，你特别容易扭膝。为啥？脚后跟上面是啥？是脚踝，脚踝上面是小腿，小腿上面是大腿。你前脚掌上面是啥？没东西，是空的。所以一个是用骨头的结构，用骨生肉降的方式去移重心，一个是靠你的筋节韧带去移重心，你说哪个会伤到你的腿？一还是二？对不对？一还是二？你觉得是用咱们骨生肉降的这个结构去移重心，还是用你的这个脚尖去拧转，用你的筋去肉去移重心？那包是什么？那包就是你也领不到。助理宝贝儿怎么回事？回放剪了吗？剪了发了呀，发了，我们发了。回去看看，回去看看咱们的那个，回去看看咱们咱的那个群里的聊天记录啊，看记录。咱不是单发，咱是群发。啊，今天咱们再发一次啊，再发一次。对，同学们是脚跟儿，对吧？哎，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们，你再去把意识放在你的脚下，重心向右移动和重心向左移动，你去感受你的脚啊。来，右移重心，右脚全脚掌踏实。当右腿、小腿立木顶前筋的时候，右脚的全脚掌是不是踏实于地面？来，左移重心，左脚全脚掌，当小腿立木顶前筋的时候，是不是全脚掌踏实于地面？来，试着打上一个是，是不是？所以同学们，当你有了脚下力量的这种感觉的变化，这是不是叫虚实变化？这是不是叫阴阳变化？耶，乖，豁然开朗吧？你明白了吧？长知识了吧？通气儿了吧？把赞给俺点上，点赞。所以说，同学们，你在转化重心的时候，为什么非要让重心到小腿立木顶前筋？为什么一定要让脚后跟蹬地？因为太极拳当中的虚实转化，在重心转换里面，膝盖对着脚，咱们膝关节、脚掌上下垂对地面的时候，重心小腿立木顶前筋了，全脚掌刚好踏实，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脚后跟，骨头的结构力量支撑着你的身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如果你用前脚掌稍微一推，你梆你都跪下去了。为啥？一个是骨，一个是肉，哪个更有结构？当然是骨更有结构，对不对？所以，耶，乖，点赞，这就是大螺旋。所以同学们，厉害不厉害？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助理宝贝儿，咱们要助理宝贝儿打好配合。现在先给同学们看一下老师这两天收到的作业这些错误点，来走一波，走啊！既然说老师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往后拉，这个昨天评过了，往后走，往后走啊，往后走，往后拉一拉，往后走啊，宝贝儿啊，来往前走，这是第三个了，看第二个。哎，好，来，好，同学们，
这个视频是老师这2天收到咱们宝贝们的作业，注意观察他的身体啊，尤其是他的后腿，好，最后回正，还有他的重心。哎，看到这个动作了没有，同学们？好，结束。这个宝贝交了个作业是什么？斜行。好，来再看一下这个宝贝啊，这个宝贝教什么？教的是白鹅亮翅，是不是？好，同学们看到他的膝关节了没有？哎，回来，好，收掉，收掉，可以了 ，OK 了，收掉了。还是斜行，看这个，哎，等别收了，再看一遍，还是斜行。哎呦，好，回正。好，老师都拿小熊猫给人挡着了，给脸挡好，收掉，收掉。好，来，同学们，这个跟老师刚才说的2个动作，刚才说的重心转化是不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啊？我不要捂脸啊，同学们啊！你看，比方说咱们宝贝们交的这个斜行的作业啊，你看身向右转，螺旋下沉，放松开步，左脚踏实。你看老师啊，左脚是不是踏出去了？好，现在踏到这儿。第一个宝贝出现了什么问题？重心还没到位，就往左转腰，膝关节是不是跪到里头了？整个身体被带动的往下压自己的右膝，形成什么？往下走身法，身子打不直。好，回正，一个膝盖外翻，把自己的重心从前腿落到中间，然后再往下去蹲。斜行的重心在哪条腿？我课件里讲的清楚，落在前腿。你为什么要落到中间？所以来，同学们从后面看啊，他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看老师啊，重心到位，是不是先要保证左腿的小腿立木顶千斤？好，腰胯往下沉，注意观察老师的后腿，我跪膝了没有？好，勾手上提，白掌打开，好，回正放松，螺旋下合。老师的右膝有没有往里跪膝？那为什么我看到的作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好，一个原因，第一，重心没到位，同时你在转腰的过程里面，在这儿是歪身子往下走，而不是下沉腰胯往下走，膝盖一定会跪膝拧膝。为啥？因为小腿立木没有顶千斤的时候，你就敢去转腰转胯，那就证明你已经做好了让韧带和肌肉去承受你，以及你关节去承受你上身重量的这个准备了，是不是？所以老师说的很清楚，你看重心一到位啊，他小腿立木，然后看老师的膝盖，看右膝，我这儿给你看，走下。看老师把哪落下去了？胯、膝、起、开、回正，是不是还在这个位置？所以核心明显不明显？是不是跟老师刚才讲的一模一样？重心不到位，没有小腿立木顶前，你骨头都没有支撑住你身体的，你就往里拧，是不是毛拧出来了？对不对？老师，你说30岁开始练还来得及吗？我不是童子功。波波老师，38岁过来给我展示一下。来展示，来走曲儿，来，你给我给他放个神话。波波老师今年年方38，比我大了7、8岁。这咱4起4到单边了啊，到那个懒扎衣了。来走个曲儿，来让波波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波波老师38才开始啊，今年刚开始。来立身中正，只跟我正儿八经系统上了3节课啊。啊，这丰田里气还好漂亮啊。来让大家看看咱波波老师啊，能不能练？包能练。来走，起势。他是干嘛的老师？他是我助理。来走起，走来个金刚倒退走，摆脚尖，走推，提膝，开步，好走后弧，上步，回中间，对，好放松，提膝正脚，走懒扎衣走，转，好提膝，注意膝盖稳定啊，开步合手，好懒扎衣走，开步，好打开，裆是真圆，好接手，好接手，跟步，跟，宝贝儿，他像机器人。你说你30岁刚开始，宝子，人家比你大了8岁才开始，而且只跟我练了什么？只跟我练了不到2周的时间。去将求柔，只要你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对不对？所以同学们，且不说波波老师身上硬不硬，我就说你动作规矩不规矩，有没有任何的说让他不该犯的毛病犯了？所以同学们，听话，你的拳从硬到软，只是一个规矩到不规矩的情况下，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慢慢来啊，从不规矩到规矩，从硬到软，它是一个过程，对吧？它是一个过程啊。再见，拜拜。好，那么咱们回到咱们的身上。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啥？来，助理，大家可能忘了啊，把刚才那个哥哥做的那个撤步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也想当助理，想当我助理的同学老多了。老师来一段，稍等一下，来再往后，把这个问题处理完，老师给大家来一段，行不行啊？来，往后走一走啊。他是邻居，波波老师在当我助理之前，他连太极拳是啥他都不知道，是不是波波老师？真的，他在当我助理之前，他连太极拳是啥都不知道。包括咱的助理小薛，我从今儿天起也会带着他去一起练拳的，也会一起练拳啊。想当徒弟兼助理，男孩还是女孩？漂亮不漂亮？我们这卡颜啊。好，来，接收掉啊，收掉吧。好，来，同学们，刚才又看到这个大哥的撤步了，对不对？好，来，同学们，现在让大家看老师的撤步。女孩还行吧？来，发个作业啊，不是发个照片啊。来，伸向右手看老师的左膝啊，提膝。好，下沉撤脚，看老师的脚落地啊，落地，左脚踏实，大螺旋，看老师的膝关节对着脚尖啊，大螺旋，膝盖冲脚。好，重心一到位。转腰收步，虚脚点地。好，来再看啊，提右膝，好，右斜后方撤步，让脚踏地，好，再移重心，好，转腰扣脚，收步，虚脚点地。同学们，老师的撤步时候的膝盖有没有这种现象？你看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是不是拧膝？是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所以你再看老师的腿，撤步落地。走重心，老师有没有旋转自己的膝盖？有没有？没有打没有。那你说没旋膝盖的原因是啥？同学们打上2个字儿：控制。控制住你的虚腿。来，同学们来打上2个字：控制。我没曲儿了，宝贝儿，我曲儿没了，太干巴了。你行什么意思？放快！哎，对，同学们2个字：控制。那你说靠啥控制？靠你的前腿立木顶千斤控制。所以同学们看到了吗？为什么跟大家去讲小腿立木顶千斤？你说老师我开步站不稳，宝子们，咱们真的有控制过你的虚腿吗？你看现在大家刚一提腿，第一个反应是啥？呼唰，直接把身体开始往后往下去扔了，你都不控制你的身体，靠啥控制？立木顶千斤来控制。只有骨头能够支撑住我们的身体的时候，骨生，肉才能降。如果骨不生，那么你的地基就不稳，你的立木顶千斤撑不住你身体的时候，那你就控制不好你的身体。大家说对不对？所以刚才这几个同学的这个问题和作业，老师拿到直播间里面不是为了批斗他，你看老师都专门把那个小熊猫挡到他的脸上了。为啥？有的同学咱们说了嘛，有这个隐私问题，所以咱们不能侵犯人隐私。那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家理解我说的这个问题，大家身上，你看同学们，我们看到这几个同学们水平还算是相对来说对于大家来讲是比较高的吧？他们俩的水平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普通练拳的人是不是还比较高的？还不算是一般臭水平，还是说还是水平较高的选手，他们都会犯这种问题。那你再说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所以核心出在哪了？同学们，3个大字打在公屏上：基本功。基本功。而戴上眼镜，我前面灯太多了，同学们啊，你看我不戴眼镜其实也蛮好看的，是吧？但是老师前面有几个，看我站到这个位置，大家看啊，我是不是在发光？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我是不是我往那一站，我是不是整个就活在光里了？因为老师前面站了6个大白灯，你知道吧？我不戴眼镜我就要瞎了，知道吧？就不戴眼镜要瞎了。所以这个眼镜是防蓝光的，灯光太强了，每次下播以后眼睛会流眼泪，会哭的可惨了。所以戴上以后好很多，这个防蓝光我不近视啊，不近视。好嘞，同学们，回到咱的正题上。那基本功这么重要，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去练习过？好，同学们，觉得老师刚才点评的内容说到大家心里的点上了，觉得老师刚才讲的东西说到大家身上了，大家给老师打上一个好，好不好啊？打上一个好，打上一个好。那么刚才老师有看到有同学说，老师我也想给你交作业，我怎么交？同学们啊，
你想让在课下之后，老师也能给你去点评作业，也能去看着你练拳，它是有偿的，宝宝，它是有偿的啊。就咱们说句心里话，谁也不是喝着露水，就是我往这西北方向一站，一张嘴，喝着西北风能长大了，那我也就不问大家收费了，是不是？所以呢，老师这个地方是有偿的，什么有偿呢？不过大家想了，贵不贵？不贵，300块钱70年，我管你70年，你觉得贵吗？我今年才30，啊，我100岁，我管你管到我100岁，中不中啊？产权70年，那老师什么产权70年？听好，同学们，刚才老师在给大家点评的内容呢，就是老师的课件当中大家学习以后给老师交的作业，老师抽取了几个同学比较典型的放到了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共同去观看了。当然我讲了呀，小恩宝贝儿，老师讲了，刚才讲了半天大螺旋了，啊，讲了半天大螺旋了。所以同学们，大家想不想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来，想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响。想不想老师在背后每天去监督着你，催着你让你去练拳？来，想了给老师打一个响，想给老师打一个响啊。那么今天呢，老师给大家一个前提的这个不是这个机会啊，给大家一个这个小福利。咱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呢有一个1号链接，这个1号链接里面就是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咱们的老架一路的线上课件。这个课件里面包含了3项内容，第一项。老师每天的打卡，老师跟大家每天的要求打卡，把你每天学习到的动作和练习到的动作给老师发到咱们的这个作业的这个 APP 上。老师每天要给你点评作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要每天催促大家去交作业，去把这个作业学了，把这个作业交了，然后把这个动作给我练了。每天在后边拿着鞭子追你的屁股抽你，去让你练。第三个，大家每周会跟着老师上一次咱们社群的小班课。什么小班课？纠错课。比如说咱们今天看了这几个同学的作业，老师会将